1927年，古斯塔夫·拉爾森在瑞典創辦沃爾沃品牌，通過95年的發展，一直到2022年推出了 EX90，這是他們在純電領域推出的旗艦豪華 SUV。等了足足4年，一直到2026年，這車終於上市了。那我們今天呢，就一起來看看這台車憑什麼值得我們等待4年。先說一個重點，沃爾沃对他老车主是真捨得。只要你名下有一台沃爾沃，不管是增购還是置換，直接減掉5萬塊。我天，這個錢你再稍微加點，都夠提輛代步小車了。那對於那些天天喊着用戶至上的新勢力品牌，有幾個能做到的？很多人看到這車的第一眼啊，覺得它和 XC70 很像，但在這兒呢，我必須要告訴你們一個事實，就是70才是真正的後來者，只不過它是，你們懂的。而這台 EX90 不一樣，它是沃爾沃對於多重安全進行了一個長久驗證，所以從概念到量產憋了整整4年。在現在這個實驗室都能造車的魔幻時代，它這行為簡直像一個老古董，但是這才是它真正的核心價值所在。關於這台車的外觀呢，我有幾個重點想跟你們分享一下。首先就是這個大燈，別看它還是雷神之錘的造型，但是它可以眨眼哦，是不是很帥？再看這個後視鏡，它是一個分體式的設計，上面是这種無邊框，下面是一個攝像頭，顏值啊確實挺高。但是萬一發生了碰撞或者是刮蹭，它維修成本可不低。這個門把手呢，採用的是一個半隱藏式的電子機械雙冗餘的設計。那我個人是覺得像 XC60 和 XC90那個傳統機械式門把手就很實用啊，而且那個一點都不醜啊。關於這台車的尾部呢，依然採用了邦德曲線和維京戰斧的設計元素，只是跟燃油車上面的那一套呢有一點不太一樣，但我依然覺得還挺好看，你們覺得呢？坐進車裡呢，最搶眼的就是這顆寶華尾鍵的音響，25個揚聲器，而且呢，它是金屬網和各種其他材質拼接在一起的，我覺得放在那兒就像一個藝術擺件，而且呢，它的音質很好。帶你們來聽一首《送別》。长亭外，古道邊，芳草碧連天。晚風拂柳笛聲殘，夕陽山外山。这是一颗14.5英寸的中控屏，用的是8155芯片。我觉得对于一台45万起的電車用這個規格的芯片，我有點想不通。它的整個頁面和操作邏輯跟燃油車上那一套基本上是一樣的。那我也問了我老闆，他的 XC60 呢用的也是8155芯片，他說整個體驗過程中流暢度是完全沒問題的，而且小沃很聰明。中控島台這裡一個很明顯的變化就是燃油車上經典的水晶擋把沒有了，取而代之的呢是一個控制音樂和音量的小旋鈕。那它的換擋機構啊变成了一個懷檔式的，我覺得除了少了一點情緒價值之外，其他沒有任何影響。關於這台車的內
內飾呢還有幾個小細節，我想跟你們重點分享一下。首先就是座椅的腿托，它变成了一個手動式的，我覺得沒有電動的那麼高級。另外呢，就是它門板下方的儲物空間缺少了植绒，假如我們放一些零碎的小東西在裡面，行車過程中可能會發生一些異響。還有它這個門拉手啊，我個人其實不太喜歡，我還是比較喜歡放到門板上方，很直觀、很簡單的那種門拉手。這台車的軸距呢是2985毫米，7座232的布局。我覺得相比較現在新勢力品牌主推的大6座啊，這種布局更加的實用。為什麼呢？我簡單舉個例子，你們就明白了。假如咱們現在有5個人要周末出遊自駕旅遊，然後呢每個人都帶了一些行李，如果是6座車，那誰坐第3排和行李打交道，是不是挺尷尬的？那232的布局刚好可以解決這個小煩惱。我們不僅可以擁有一個非常寬敞的後備箱的空間，而且5個人都可以坐在2排，可以進行很順暢的溝通聊天。而且呢，这個空間我實際體驗下來，我覺得還是蠻寬敞的。我1.7米的身高坐在這裡，腿部還有1拳、2拳、3拳，那頭部還有這麼多空間，我覺得這個空間對於我來說啊，還是挺不錯的。那另外，它中間地台這裡是純平的，中間島台呢對後排的空間也沒有過分的侵占，所以中間這個人坐在這裡的時候也不會覺得很局促。這個貼幕呢是一個可調光貼幕，沒有標配物理遮陽簾，我還是建議各位買完車之後給它加裝一個物理遮陽簾，因為物理遮陽簾它的防曬以及遮光的效果肯定是要比這種貼幕啊要來的實在的多。關於這台車的第3排空間確實是不太充裕，我覺得主要是為了應急使用。但是調整第3排座椅的按鍵就在這裡，站在這兒你就可以調整第3排座椅靠背的開合，我覺得真的很方便。這台車為什麼能打磨4年才出來？我跟你們說2個細節，你們就明白了。一個呢就是它的電池，現在電動車發生事故，大家想的都是怎麼斷電快，怎麼隔着好，能給咱們多留一點逃跑的時間。但沃爾沃想的是，能不能讓電池壓根就不燒起來呢？所以啊，你们去看電池包，別人家啊基本上都用的是鋁合金，為了輕，能多跑點續航。那沃爾沃呢，他們在這車的上頭啊，電池包上面蓋的是鋼，而且還加了一層橫樑，底下是1厘米厚的鋁合金板，用的就是硼鋼，車身上面最硬的那部分的鋼，拿來做護板，意思就是撞了我能硬扛。還有一個更較真的，行業內的電池托底測試基本上都是平着撞，他們要求是斜着，有一個6度的角去撞，模擬我們衝上馬路牙子的那種情況。撞完呢是要求電芯本身不能被碰到，是零接觸。這個不是做不做到的問題，是願不願意花這個成本的問題。再一個呢就是電機噪音，大家的做法都是塞隔音棉，沃爾沃也塞了，但他們工程師發現大部分的噪音其實是齒輪啮合產生的，精度不夠，所以呢他們就去搞齒輪的加工精度，就跟修手錶似的。這東西呢可能咱們車主啊一輩子都看不到，他們也覺得噪音讓人煩，煩了就容易走神，走神就會不安全，所以啊就去弄了。所以呢，我總體體驗下來，我覺得這台車還挺有意思的。它給了你一個更加靈活的7座，一個很好的音響，以及它開起來依然是我們熟悉的北歐風。但是呢，它又給了你一個不太大的3排和一些你可能覺得不夠新鮮的東西，比如說它沒有激光雷達，沒有所謂的高階輔助駕駛，沒有冰箱，沒有彩電。但這一切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安全，不只是車身，還有健康安全。這一方面啊，沒有哪個車型能夠比它更執着的了。那至於你要問我推不推薦，我覺得你得先讀懂沃爾沃這個品牌，它本身的內核呢，就是讓你能夠從上車那一刻到下車的那一刻，能夠和家人平安抵達，而非把花裡胡哨的配置當成所謂的遙遙領先。